上咗嚟啦，有冇搞錯？係啦，石生、阿 Zack、Ingrid， 咁咧，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講講一個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有知道嘅事情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對於香港有咩影響咧？係預示住做啲乜嘢咧？咁事關咧喺2025年嘅7月1號咧，就李家超喺7·1講話嘅時候咧，全文就一個字都冇提到過習近平喎。但係我諗係人都知啦。咁佢上任特首之後啦，22年上任特首之後啦，佢每一年7·1都一定會提及呢個習近平啦。咁同埋咧平日咧差唔多係唔係都要拎出嚟講嘅，都要講翻習近平講咩，習主席講咗啲乜嘢啦。甚至乎咧佢仲打破咗港府嘅慣例啦。帶晒成個嘅公務員團隊浪費時間去學一篇習近平嘅講話嘅。咁點解李家超會突然間停止咗拍馬屁呢？同新上任嘅中聯辦嘅主任呢，或者係佢任何嘅其他嘅勢力呢，有任何嘅關係呢？周濟嘅勢力係嘛？周濟啦，係其中一個啦。或者係有冇其他人啦？咁唔通北京嘅呢一啲嘅即係風暴，政治風暴咧，已經席捲到香港咧？我哋先交俾阿 Zack 講講李家超自上任之後對習總嘅呢個狂熱嘅追捧嘅。咁喺2023年7月1號啦，李家超喺廣告提到習近平2022年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講話入邊嘅4點希望啦，同埋4個必須啦。咁喺2024年7月1號咧，李家超喺廣告嘅第二段咧，又再成段講翻習近平嘅4個希望啦，同4個必須啦。咁當然除咗7·1之外咧，李家超上任到今年6月之前啦，每一次公開場合咧都會提到習近平，仲話好感恩㗎。譬如我哋舉個例子啦，有2022年嘅7月1號啦，習近平喺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講話提到就係政權必須掌握喺外國者手上。跟住當時嘅新特首李家超咧就帶晒成隊嘅香港公務員就話要認真學習習近平講話啦。當時咧其實有個學者咧就係香港大學嘅榮譽退休教授啦，就係 John P. Burns 啦，就話咧其實喺香港嘅歷史上面咧，呢一種反應咧真係好唔尋常啦，因為從來冇一個領導人啊或者係特首咧就試過要花咁多時間同埋精力咧去學一篇講話嘅。冇錯啦，喺大陸咧對領導人表忠啊係好平常嘅一件事，但係喺香港咧呢個真係一個好奇怪嘅轉變嚟嘅。我覺得就好翻天覆地啦。咁主權移交之後咧，香港政府一向視中央咧就好似前英國政府啦，咁就好似老闆咁樣啦。咁香港人同老闆講嘢咧，通常唔會咁肉麻、咁恭維嘅。咁但係李家超上台之後咧，呢一種即係咪梁振英都冇啊？梁振英佢係另外一種方法嘅，佢嗰啲係奸人嚟嘅，即係而家係好另類啊！而家呢個係大陸嘅複製版到香港啊！即係李家超上台之後呢一種，即係完全唔掩飾嘅，即係你梁振英嗰啲係掩飾嘅，你明唔明啊？佢唔係會即係佢梁振英咧，雖然係佢係全部跟住習近平或者係即係北京啲嘢做，但係佢都有自己嘅特點，或者咁講啊，有一啲香港嘅特點嘅，即係比較聰明，比較多啲計仔喺入邊嘅。但係呢個咧，李家超呢個咧咁多年係完全好似 copy paste，係完全係因為。呢個係好明白、好明顯嘅一個改變。冇錯，即係佢同胡春華嘅嗰個差唔多啦。胡春華，中國大陸所有官員都一定要識呢一套嘢，先至可以做到嘅。基本上，我覺得喺中國大陸，呢個係一個必須嘅一個模式嚟嘅。係冇錯。咁但係喺香港咧，即係我認知嘅香港，從來都唔係咁樣嘅。咁但係李家超上台之後咧，即係完全冇掩飾。sorry， 今日有啲唔舒服啊。大家可以聽到。係啊，咁但係即係突然間成個記住訂閱我哋會員啊，睇下你幾搏命。咁樣即係佢上台之後咧，成個官僚系統咧就即係好似突然間拍馬屁咁樣，呢一種風氣咧係
蔓延嘅，完全唔覺得醜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國安法凌駕香港法治之後咧，中共嘅黨文化徹底改變咗公務員系統入邊香港人嘅價值觀嘅。好似係嗰個感覺19年之後咧，即係香港要落實國安法啦，即係大陸一定要啦，跟住成個感覺都係即刻唔同晒，變晒啦。係啦，咁啊李家超就上任3年啦，咁啊幾乎每一次有機會咧，都好似啱啱咁講咧，就拍馬屁啦，就開下埋口都係習主席啦。但係咧就翻返去我哋今日嘅正題咧，就係今年7月1號咧，佢嘅嗰個廣告咧，竟然係一個字都唔提習近平咯。咁啊要知道咧，其實佢今年咧2月仲係公開活動係盛讚習近平，點解5個月之後咧突然間會變晒嘅咧？聽講咧新上任嘅中聯辦主任周濟咧，咁就喺5月31號同埋6月2號咧，都連續見咗李家超嘅。咁佢即係當然有媒體就話咧，周濟不點名咁樣溫提李家超，就指咧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係香港嘅當家人，亦都係治理香港嘅第一責任人。阿謝 Sir，你覺唔覺得周濟嘅提示係李家超今年7·1突然間唔提習近平嘅原因呢？而呢個周濟本身又係咩背景呢？我覺得我真係唔知係咪佢去講啊！見到阿李生以後唔好講呢啲說話啦，真係我唔知。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肯定嘅，因為香港而家好慘。你所有經濟嘅所有嘅數字都好差，第一責任人嘅意思即係唔係我搞到你衰噶吓，唔關我事啊，你要自己搞掂啦，孭住啊吓，即係冇話喐親就話我哋係執行中央指示，大佬啊，我叫你搞好經濟噶，你自己搞唔好唔關我事噶，我認為。佢其實係咁嘅意思嘅，因為香港嘅政府系統或者公務員系統或者係決策嘅嗰啲系統咧，係向中央係講咗類似嘅説話，我認為係，即係佢講，喂，你中央有呢啲政策嗰啲政策，咁啊，我哋所以香港嘅經濟可能即係香港其他問題，我哋整得唔係幾好啦。唔關我事，係你哋中央北京嘅事，即係佢唔一定好似我咁樣講，但係佢嘅意思裏邊可能有呢一啲嘢嘅，譬如話如果我哋香港經濟我哋會繼續搞好嘅，但係我哋希望中央要做呢樣，可能係有啲建制派反映係唔同嘅途徑反饋上去。冇錯，而家香港嘅嗰個渠道係好複雜嘅。咁啊，至於周濟。去同李家超講咗乜嘢，真係冇人知㗎喎，係嘛？因為你呢個點講啊？呢個周濟係我哋要唔要繼續講佢嘅背景啊？係啊，我要㗎，因為周濟本身好似係習總嘅人嚟㗎嘛。係冇錯。第一佢係64年出生嘅人。咁係武漢工學院畢業，1984年畢業，64年即係我知道嗰個時間，即係因為中學、小學係10年，所以畢業嗰時係16歲，所以佢84年畢業咧，大學畢業咧就係20歲畢業，即係嗰好多係咁樣嘅，我都係咁樣，20歲嗰時已經大學畢業嘅，即係佢係嗰一批人。咁之後咧，佢就其實係去，因為佢係學汽車嘅工程嘅，所以佢去咗湖北十堰啊，十堰係東風汽車嘅嗰個廠嚟嘅，佢去嗰度做咗一個工程師。但係佢就做下咧，就開始做到政府嗰邊啦。但係佢做政府咧，唔係好大官嘅。佢去咗即係湖北省嘅一啲縣級嘅市做市委書記啊。最後做到最大嗰時咧，做到宜昌市嘅市委書記。宜昌其實喺湖北唔係一個大嘅城市，但係好重要。點解好重要咧？因為上邊就係三峽、大白嗰度嘅，所以呢個
防止洪水啊，或者做一啲嘢咧，嗰度係好重要嘅。但係嗰度有一個好處，所有領導人都會去睇嗰個三峽大壩，都要經過嗰個地方，你知唔知啊？佢有機會可以見到呢一批人嘅，即係比較高級嘅官員嘅。咁啊嗰時佢就突然間調去河南省做副省長，同埋做好似跳級咁樣喎。係，同埋做呢個省嘅政法委書記。咁邊個提拔佢嘅咧？嗱，我就要咁樣講啦，因為我其實咧，即係識得一啲朋友曾經同我講故事，就唔係湖北調河南嘅，係另外啲省調另外啲省嘅，完全一樣，即係完全一樣，即係佢係一個廳級嘅或者局長級嘅人物啊，即係喺省裏邊咧，即係大家講佢係年青人有知識啊，大學畢業點樣，即係做嘢唔錯，突然間下令調去另外一個省做副省長，空降，突然間調去，而且係冇時間，即係唔俾你話你要下個月先行唔得，即時第二日攞住個袋就去噶啦，去咗之後俾你揀，你我識得嗰個人啦，識得嗰個朋友嘅故事就係佢話你有幾樣嘢去揀，你可以揀政法委啊，你可以揀衛生。即係管啊，你嘅省長啊、副省長，你可以主管某一啲範圍嘅啲嘢嘅，咁啊就都有政法委嘅，都有好多即係其他嘅範圍，你可以揀。你點解咧？因為政法委咧前幾年可能大家知係全中國係清理嘅，即係孫力軍13年至到16年，孫力軍嗰時落咗台之後。好多省嘅政法委同埋好多省嘅公安局全部出咗事，咁啊就突然間空調好多呢啲官員過去。嗱嗰個人咧我就知，嗰啲係19年嘅事㗎嚟喎。孫力軍嘅話，係孫力軍之前其實都已經開始嘅啦。OK， 已經開始嘅。佢係邊一年去到河南省？好似係18年，即係差唔多都係嗰個時間。係咁你話嗰個孫力軍嗰個。再清理啊，係好嚴重，但係之前政法委就已經清理嘅，周永康之後其實就已經開始清理嘅。14年之後嘅事。嗰個朋友都係即係唔係嗰個朋友同我講嘅，佢屋企人嘅故事都係咁樣嘅。所以但係嗰度我就知係習近平下邊辦公室裏邊直接講邊個。所以佢嘅成個呢個過程啊，佢呢個周齊啊，調咗去河南省，周濟調咗去河南省呢個過程就好似，所以我認為佢其實就係習近平突然間調起嘅一個人嚟嘅，所以佢應該係即係屬於習近平嗰一派嘅嗰啲人物嚟嘅。但係呢個人物咧，即係喺河南做咗幾年啦，2年幾3年未到，好似突然間咧就調咗去呢個港澳辦做副主任，呢個都好奇怪，因為呢個人咧即係當然冇任何嘅外事工作經驗，又冇港澳嘅經驗，咁突然間就調過去。其實你可以睇到好明，最近呢幾年啊，調過去港澳辦又好，呢個中聯辦又好。就係要以前冇任何嘅同香港有聯繫嘅人，所以斷絕之前嗰啲，包括呢個夏寶龍啊呢一批，全部都係以前係冇同香港冇任何關係嘅，所以佢其實咧係習近平嗰一邊嘅人咧係清理以前嘅呢一種官場裏邊嘅關係。所以你當然講，你話係咪同佢有關咧？我就唔知啦。嗱，我而家講佢而家呢個特首啊，呢個特首李家超突然間冇講，即係習近平啦，7·1呢個絕對係不尋常嘅一件事。咁啊點解咧？我哋講可能有2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就係可能呢個周濟咧。雖然佢係習近平嘅人，但係佢要轉達中央嘅精神。呢個中央精神就係冇講咁多習近平。你知唔知？即係
你知道兩會即係今年初嗰時兩會嗰時啊，開會嗰時唔係舊年嘅三中全會之前，《人民日報》就係有篇文章，其實已經發稿嘅，即係改革加習近平，改革加好大嘅，同鄧小平啊，即係咩無產階級革命家咁樣，即係已經發稿嘅。咁啊發咗之後，突然間被撤咗落去。切咗落去嘅，咁啊你睇中共嘅官方嘅報紙，其實都有嘅，即係習近平嘅報導越嚟越少啊，包括習仲勳嘅紀念館喺呢個陝西嘅，就嚟開業之前一個星期，嗰個即係嗰個館嘅紀念館嘅嗰個名啊，仲係習仲勳革命咩乜活動紀念館嘅。一個星期換變成關中革命紀念館，係即係全部即係大概呢個時間，即係最近呢個半年一年度發生好多呢啲嘢，所以我就唔係認為咧係一個邊個派突然間打個電話俾個個地方，話哇而家點呢個我覺得唔係好大可能，最有可能係北京有一個中央嘅決定。呢個決定咧就係咁做，即係減少個人崇拜，即係加強集體領導。咁啊，係咪有可能呢個周濟咧就係向呢個李家超咧就轉達為而家北京風向啊，可能有啲變化啊，係咪啊？即係雖然嗱，呢個周濟咧周圍咁講，佢話佢自己係習派嘅習書記嘅人啊，呢樣嗰樣，因為佢嘅呢個提拔嘅呢個過程同埋呢個方式啊，我就覺得即係好有習近平嘅特色嘅，即係佢我頭先講嗰個故事啦，即係佢嗰個調動嘅方法係好似，所以佢應該真係習近平嗰一派嘅人，但係咪佢講嘅咧？咁啊呢個係一個可能性，我只能夠講嘅一個可能性。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北京而家真係鬥得好犀利，大家都知嘅，所有人都知。北京唔係一派，即係唔係習近平嗰一派，仲有好多派嘅。但好多傳說有3人過渡小組啊，話有呢個未來要換人啊，係咪？即係入邊有紅二代同埋嗰啲咩元老一齊去要做一啲嘢啊。咁啊，其實嗰一班人可能控制咗中央嘅某一啲。即係實權啦，咁啊呢一種咧都可以反映到，譬如話軍隊啊，譬如話呢個政府，即係媒體啊、宣傳啦、文宣啦，同埋政府嘅一啲行為上邊，咁啊呢啲咧就可能係你知道李家超一定唔係佢自己寫嘅稿，係邊個寫稿咧？一定係佢嘅所謂政治秘書，呢個政治秘書一定唔係香港人，一定係中國大陸受過呢個政治教育呢一班人出嚟嘅，睇晒風向原來係咁嘅，咁啊一定如果係咁一定同佢講，喂阿李 Sir 係嘛？你小心啦！而家發生咁樣嘅嘢，我哋係咪陰住少少啦？都有可能。所以但係我唔理你係邊一種可能，呢個本身就係北京嘅政治風暴越嚟越蔓延，而家係落咗嚟香港，係一種反應嚟嘅，係一種結果，我認為係。即係其實就算係譬如可能你周濟佢本身係習派嘅人，佢都可能變咗風向啦。佢就我哋聽中央集體領導啦，又或者係可能係李家超直接聽命另一個勢力啦，直接。但係即係而家唔 sure 係邊個，但係肯定就係習近平佢呢個冇細嘢已經影響到嚟香港。係冇錯，佢好明顯啊！而家越嚟越多嘅跡象啦，即係顯示得到，唔單止係中國人咁講喎。我哋睇到好多外國媒體啊，外國嗰啲情報單位而家都開始講嘅，即係話其實會有問題嘅。佢哋都提出嚟有啲接班嘅人，包括咩丁薛祥啊，甚至都有講到汪洋啊，講到咩，好多呢啲講法。當然呢個絕對唔係空穴來風嘅，呢啲一定咧係同北京嘅傳出嚟嘅某一啲風聲係有關嘅。你知道嗰啲外媒嘅記者，佢哋喺北京識得嘅人比我哋仲多，而且北京唔同嘅派別
一定要通過佢度放風嘅，你知咁我問下，即係其實咁習派啲人都唔所謂嘅習派，其實都隨時唔非習派嘅咯，即係好容易變節喎。其實你講嘅呢一點就好有意思嘅，因為其實中共嘅派別啊，有啲人認為係呢個係一個固定嘅，其實唔係固定嘅。嗱，以前係固定嘅，即係毛澤東、鄧小平嗰個時代可能係比較固定。原因係乜嘢咧？原因係嗰一班人係戰爭時期建立嘅關係。戰爭時期我哋兩個上戰場，背靠背我即係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咁先至可以打仗噶嘛。好似鄧小平啊嗰啲係咪？下邊嗰啲將軍啊，嗰啲軍人一定要聽佢指揮，咁啊可以生存得到啊咩？因為唔係你一早死咗嘅，生死之交係啦，呢個就叫做生死之交啦。嗰一班人，所以嗰班人咧係嗰個咩派就比較密集，即係比較穩陣啲嘅。咁啊紅二代，咁啊佢有唔同嘅即係血緣啊，呢個家世啊，佢哋都要保障自己。所以佢哋係一派。但係有另外一個官二代，譬如話江澤民嘅仔、朱鎔基嘅仔、周永康嘅仔，呢啲人我同大家講，完全冇派，完全冇派嘅利益關係，係啊嘅利益都冇嘅，因為佢哋中間其實都係分開市場，你賺你嗰塊，我賺我嗰塊。即係大家分晒豬肉，全部分晒嘅。你石油，你鐵路。係啦，大概咁意思。即係大家分晒嘅，所以嗰個係冇派嘅。但係江澤民江派係有派嘅。江澤民嘅派就係唔同嘅，即係佢下邊嗰啲人。因為江澤民係因為佢唔夠權威啊，佢又點樣治理咧？佢下邊嗰啲人全部都係俾利益，貪污腐敗，大家族啊。咁啊，所有呢啲家族嘅生意其實係溝埋一齊嘅，即係唔同嘅人啊，即係我最大嘅例子就係呢個螞蟻金服啊！大家都知螞蟻金服喺香港就嚟上市，佢突然間俾叫停啊嘛。咁啊點解咧？因為後邊俾北京一睇一發，哇唔係路，所有據說啊，所有嘅前政治局。呢個委員同埋常委嘅家族嘅人，全部喺裏邊有股份，23個、幾十個，即係家族嘅股份喺裏邊嘅。哇！因為大家都知道，你上市一定翻幾番，最少可能係5倍到10倍嘅，所以嗰啲人咪貸款咯。你去銀行貸款2億，咁啊你買咗之後你。買咗佢嘅股票，一上市變成10億，你咪2億還咗之後，你坐喺度乜都唔使做，8億入袋就好簡單嘅。當然呢啲係冇錢嘅，但係嗰班人係有錢佬嚟嘅，即係佢哋嘅之間嘅嗰個關係好密切嘅，所以佢哋有派。因為你捉到一個，佢一團嘅一團但係團派啦，團派係另外一種，即係制度性嘅，即係體制性嘅，即係個人都話，我哋要做5年就升處級，做10年就升呢個廳級。佢係有一種，即係佢認同呢一種嘅方法嘅。我哋自己都係按照呢一種方法嚟即係升官嘅，共同理念係共同即係都可以都可以叫做利益係嘛？所以而家我哋就講到而家嘅習派，佢有冇派咧？習近平喺度有權嗰時就有派，習近平冇權嗰時，我同你講冇派。因為佢哋完全冇利益嘅，因為唔俾佢貪污啊，唔俾佢做即係好多嘢係咪？佢唯一嘅得益就係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咧係同上邊嘅有權嗰個人有關係，嗰個人一換咧，你呢個位置隨時俾人換嘅，所以佢可以隨時轉軚。我同大家講，你習派咧係一個好唔穩定嘅派嚟嘅，即係人走茶涼嘅啫。係啊，冇錯冇錯。你睇到而家係其實係好清楚嘅。咁你覺得
即係呢一樣嘢對香港嘅政策，或者係同埋即係香港嘅建制派有乜實質嘅改變咧？呢個係好有意思呢個問題。我哋首先講啊，如果習近平派人過嚟香港，一定要冇同香港冇關係嘅人過嚟。係，你估係同民主派冇關係啦，定係同我哋呢個大紀元冇關係啦？仲係同建制派冇關係啦？建制派冇，一定係同建制派冇關係啊嘛。所以習近平佢防守嘅、驚嘅、佢防備嘅呢批人係邊個咧？當然係建制派啦，即係唔通你係蘋果日報咩？係咪？唔通係大紀元咪？一定唔係噶啦，係咪？所以佢好明白，我哋講建制派有咩影響啊？有咩改變？建制派喺過去呢幾年雖然俾中共習近平嗰邊利用咗，係咪？係。但係呢幾年其實係俾打壓得好犀利，俾失權啊！傳統嘅建制派佢係冇權嘅。呢一批人心裏邊好唔高興啊！我知道好唔高興，因為即係而家用嘅全部都係突然間調上去嗰批人，突然間唔知邊度調一個人嚟，新香港人係啊！佢嗰啲人，佢最主要嘅係佢同傳統嘅中共治理香港呢個系統一定要冇關係。點解咧？點解咧？因為以前嗰啲有關係嘅。就唔係我呢一派嘅，佢控制唔到，因為大家都知以前係邊個啊？曾慶紅啊，做咗好多年嘅，所以佢點樣分離啊？呢個人係咪曾派啊？佢揾人去調查，好難調查嘅。再之前咧，可能係即係以前你知道，即係廖承志佢嗰個系統啊，港澳系統，地下黨又好，即係中央港澳辦又好，其實係一套班子嘅，一套班子。另外佢好多嘅呢個香港嘅中共地下呢個班子咧，即係所謂港澳工委啊。雖然你係呢個主任係中央任命嘅，但係下邊好多嘅具體嘅一啲工作嘅小組啊、組織啊，其實係同廣東省有關。所以你知道點解喺習近平嘅任內就可以調嗰個邊個鄭亞雄過咗嚟香港，因為當時廣東省嘅省委書記係李希係習近平嘅最紅嘅紅人，所以李希係用咗呢個鄭亞雄，所以將鄭亞雄咧放咗過嚟香港。而呢個鄭亞雄其實之前完全同法律、政法同香港事務完全冇關啊！突然間調過嚟個人，哇！點解係呢個人咧？但係呢一次咧，又係佢被調走咗啦。呢個都係有咩錯誤啊？即係唔知啊，有乜錯？嗱，另外一個好大影響就係廣東省。而家有消息啊，好多而家有消息，廣東省嘅中共嘅官場要大換班。係要換班，包括深圳、廣州。包括省裏邊，甚至省長啊，可能一次大換班。以前咧呢個全部以前都好少。廣州市嘅市長一定係本地人，深圳就唔一定，深圳一定係北方，即係北京派啲人過嚟嘅。咁啊，即係最近個省長都係廣東人。你嘅書記可以係北京派過嚟，但係省長一定係廣東人。但係到胡春華嘅後期啊，即係到李希嗰時，全部呢啲廣州市嘅、深圳嘅、廣東省嘅官員，全部換晒北京派嚟嘅人，即係冇晒本地嘅官員。所以廣東省嘅經濟唔好，好多人都講：你死啊！廣東人比較實際啊嘛，你北方嗰啲官員過嚟啊，堅持嗰啲意識形態嘅嘢，堅持又唔識當地嘅。呢個特點啊，經濟啊又唔係好識啊，對外嘅呢個關係又唔係好清楚，你做生意好多其他問題，所以全部經濟就唔得嘅。咁啊，係咪最近啊？你可能未來幾個月，可能廣東省嘅班子可能要大換班，所以你可以感覺得到呢個北京嘅風暴，當然係
砰砰聲咁吹南下啦啫。哦你在廣東都要阿波塔，你個香港你可以置身事外咩？當然係冇可能嘅。哇！咁我可唔可以再問多一個問題？咁你覺得佢哋而家建制派咧，佢哋會係一係兩個情況，一個咧就係唔敢出聲，因為佢哋睇唔清楚個風波係點樣嘅；一係咧就會唔會佢哋已經係可能有啲某個中央嘅勢力已經聯絡咗某一派嘅？我認為係，因為之前我知道嘅每一個政治局嘅常委啊，佢自己都有一個辦公室喺香港嘅。我哋講辦公室，可能講得比較正式啊。佢可能唔係叫做李克強辦公室啊，佢係住香港辦公室，唔係，即係佢有某一個人物，有條針，係有個核心，周圍有一圈人，咁啊就喺香港咧就搜集一啲信息啊，做一啲其他即係可能其他人做唔到嘅唔知乜嘢啦，可能生意啊，但係佢要搜集當地嘅呢個信息，寫一啲報告報俾佢哋嘅，以前就有嘅，每一個常委級嘅人都有嘅，所以當然習近平嚟之後話，哇呢一犯我嘅，邊個都唔准喐嚇，你又唔可能就唔係話撤銷咗，而係嗰班人就算攞到報告，就算乜嘢，佢哋唔講嘢啫嘛，係咪？所以但係你知道香港嘅嗰啲下邊嗰啲，包括建制派，包括大資本家。佢全部都同呢一啲辦公室有自己嘅聯繫嘅，即係佢你嗰邊講，佢都會寫信㗎。一條友做嘢唔得嘅，咁就一定有嘅。所以而家會發生乜嘢，我哋唔知係咪到時啊，即係比較混亂啦。而家即係唔係好明確邊個得勢啊？得勢啊，邊個得勢咗啦？未來係邊個決定？其實我哋而家都唔知，但係。喺呢個混亂嘅時間，一定大家一齊活動嘅，係咪？哇！我識得李強，我唔知李強自己有冇辦公室啊？我哋講係以前嘅，即係佢會通過佢嘅渠道同北京有聯繫。係。所以呢個當然你話未來會有咩大嘅影響，或者點啊？我哋而家講太早啊，太早啊！但係佢哋自己有之間。我可以同大家講，一定會大家鬥嘅。啊，嗰條友，你以為佢外國？其假嘅，佢嘅仔喺美國，佢嘅孫喺邊度啊？即係你一定會會做呢啲嘢嘅。我同你講。咁即係香港人等住乜發生咯喎？係啊，一定會嘅，我覺得。其實講翻有個傳聞嘅，咁就係講翻我哋最近知道，即係因為講翻呢個中共而家個內鬥啦。咁我哋知道即係聽講啦嚇，咁就呢個程虹就係李克強嘅太太，咁就話說咧，佢寫咗封信就俾中共中央，就要求徹查李克強嘅真實嘅死因嘅。咁另外咧，又有個自稱係中共國安委特別行動小組嘅成員啦，就爆料話詳細嘅咁樣講述咗暗殺呢個李克強嘅過程嘅。而呢兩個事件咧，無論對中共嘅官場定係中國嘅老百姓，都係好大嘅消息嚟嘅。咁程虹寫俾中共中央嘅信，最重要個內容咧係啲咩咧？阿 Jack 交俾你講講喎。好啊。咁呢封信咧，傳聞係阿程虹寫俾中共中央嘅信啦。就其實佢嘅內容核心咧就係要求徹查李克強嘅死因。咁呢個咧其實呢一封信喺網上就炒得好熱噶。咁啊當然咧其實係真定假咧冇人知，因為網上係揾唔到佢嗰封信嘅傳聞嘅。咁啊，但係其實咧，即係有啲爆料就提到信入邊嘅部分內容啦。核心觀念就係講緊程虹一直都唔相信李克強係自然死亡㗎，又要求徹查呢一個真相。咁而家民眾嘅態度咧，基本上就唔去追究呢一封信係真定假㗎啦。即係可能個心態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咁樣啦。咁啊，但係咧由程虹呢一封信入邊提到嘅一啲細節去睇咧，佢係好懷疑李克強咧係被高層策劃害死㗎。咁呢一個嘅猜測其實係好震撼㗎。咁啊，程虹咧喺信入邊就話啦，李克強喺離世之前嘅最後嘅日子咧，其實多次都提到自己咧有可能遭遇不測㗎。點解咧？因為李克強當時已經留意到咧，就係身邊嘅工作人員咧 check chat 咁樣咧，就不停咁換人。所有
都係生面孔，而且咧態度冇以前咁熱情，全部都係好冷淡、好唔尊敬啊，令人即係當時令李克強係好不安嘅。另外，程紅亦都提到咧，就話李克強去上海做呢個調研之前咧，即係佢臨死嘅嗰個調研之前咧，習近平咧突然間對佢嘅表現咧係非常之異常地熱情啊！咁習近平係親自打電話俾阿李克強，就叫佢話去上海調研疫情之後嘅經濟復甦嘅情況，去報告呢件事，就要交個專題報告俾佢啦。當時李克強咧就覺得哇有啲怪喎，肯定係有啲咩安排咁樣。不過咧佢都係服從呢一個 order 啦。咁程紅當時咧其實就係話想陪阿李克強一齊去嘅，但係咧李克強就話咧呢一個係考察調研，咁咧就唔俾佢一齊行啦。咁結果真係出咗事啦，喺嗰一次嘅調研嗰度。咁程紅就話咧，其實佢完全接受唔到李克強係用呢一種方法離世啊。咁咧佢係冇得容忍啦。咁佢就希望咧就中央咧去調查，成立一個專案調查小組去調查一件事。最好咧就係由軍隊負責調查，查清楚咧李克強被殺嘅真相，公開調查結果。咁啊話佢對而家嘅嗰個政府甚至係公安系統係完全唔相信嘅。咁最後咧，阿程紅咧就特別提到啦，就係話李克強卸任之前講過嘅6個字，就係人在做，天在看。冇錯。咁我知道咧，另外一個震撼嘅爆料咧，就話咧程紅因為睇到網上高一個報料啦，就話國安委特別行動小組嘅成員聲稱自己叫做李松嘅呢個人啦。咁佢入邊講咗啲好勁爆嘅料啊！你有冇睇過啊？有啊！咁其實咧，程紅喺佢嗰封信入邊都有講咧，就佢睇到咧就係關一個網上關於李克強被謀害嘅全過程爆料。佢係因為呢一個爆料咧，佢先寫過封信俾中央嘅。即係當然呢封信都係傳出嚟㗎啦嚇。咁咧當時咧，佢其實呢一封信咧令到佢咧係瞓唔着，心如刀割咁樣嘅，但係佢都係冇辦法證實呢件事。That's why 佢就係想中央去徹查啦。咁啊，程紅提到嘅呢個爆料咧，就係網上一篇文章，係啦，就係啱啱 Ingrid 講嘅，就係李松寫嘅，就聲稱呢一個李松咧，就係上級指示之下咧，就參加咗一個6個人嘅小組。咁佢嗰個執行代號咧叫做23107嘅任務嚟嘅。咩叫23107啊？應該咧就係李克強嘅嗰個睇下先，應該係23年10月7號。冇錯，就係李克強死嗰日。係啦，OK，即係已經係決定咗佢邊日就死㗎啦。所以可能係23114咁樣，1104咁樣。係啦，咁呢一個神秘人咧就話自己叫做李松啦，就係公安部嘅協調。國安部嘅協調7組嘅特別行動小組成員，咁啊，佢呢一篇文章咧寫得好詳細嘅，包括6個人嘅名啦、佢嘅背景啦、暗殺嘅細節啦。簡單嚟講咧，其實佢點樣殺嘅咧？當時就係用一個叫做心臟擾亂劑，就係一種藥物嚟嘅。佢就放咗喺李克強咧游水之前飲嘅水嗰度，嗰杯水。即係0點幾嘅微克就可以有效果嘅。但係檢唔檢測到？佢話檢測唔到嘅，完全。哇！咁咧佢後邊佢有提到，特登揀咗啲醫院咧係冇咁勁嘅。我唔知道如果勁啲醫院檢唔檢測到咧，但係可能係啦咁樣咯。咁咧佢咧就呢一個藥咧就可以製造一個不可逆轉嘅心源性病變啦。咁即係一般大家所知嘅。有封信可以 show 俾大家睇係咪？Yeah，you're right。咁咧，佢呢個咧就係一般坊間所講嘅突發性心肌梗塞嘅症狀嚟嘅。咁啊喺李克強心臟病之後咧，其實佢哋全部都係 plan 好晒嘅，包括就係做一個所謂嘅模擬急救，即係有人去做噶啦。咁然後咧就特登將佢送去醫院，但係佢係揀咗一間醫院，就係叫做曙光醫院。係啦，咁啊最後就即係不治身亡咁樣嘅，係啦。咁呢封信嘅真假咧就不置可否啦。不過李克強嘅死咧就的確係非常之值得懷疑嘅。好似佢咁樣嘅領導人啦，即係國家領導人啦。每年其實要做好多嘅健康檢查嘅，而且心肺嘅復甦咧，其實係好容易嘅。喺國家級嘅領導人身上突然間發生咁樣嘅事咧，呢一種概率咧幾乎為零嘅。冇錯。咁第二個咧就係國家領導人，自從佢上任至到退休後嘅生活咧，都係由中央警衛局負責嘅。
人哋係冇可能插手噶嘛。我聽講好多中共嘅高級人物啊，即係盤將啊，或者係香港咩地方咧，基本上中共都冇做任何動作啊，即係好少殺咗佢哋啊。咁而家貿然咁樣對李克強做咁樣嘅動作，以前中共唔係咁輕易搞暗殺噶嘛，實際冇錯。最早啊，中共嘅歷史係咁樣嘅。最早咧，中共係有嘅，佢有一個即係一個執行隊啊。係呢個係最早3幾年嗰時，嗰時嗰個組長咧就係周恩來。最有名嘅就係顧順章。嗰件事，即係顧順章咧係曾經嘅中共裏邊嘅最高嘅一個人物。咁啊，佢就俾捉咗之後就投降咗國民黨嘅。即係佢投降咗之後咧就講咗出嚟一啲比較重要嘅人物啦。咁啊，但係即係周恩來就俾佢好彩就走甩咗，就冇捉到佢，好嬲。咁啊，佢就成個行刑隊啊，就翻到去上海，喺法國租界裏邊咧，就將佢全家全部殺晒。全家殺晒啊！10幾人就埋喺嗰個院裏邊地下，甚至係包括當時係走去即係傾偈嘅人都殺埋，鄰居啊嗰啲全部都殺埋，都埋喺嗰度嘅。咁啊，但係嗰一單案咧，即係俾法租界嘅警察破案。咁啊，當時就挖出嚟嘅，所有最細幾個月嘅細路仔，所以即係當時呢個報紙咧就全部登出嚟嘅。你知道咁樣一單案，佢對中共嚟講呢一件事咧，就係對佢哋影響好巨大，大到咧即係中國共產黨喺中國好多地方嘅活動就受到，即係人哋即係人哋唔會幫你啦啊，或者點，即係覺得話大量嘅共產黨就宣布脫黨啊，咁即係因為嗰個時間嚇，咁啊當然跟住你大家都知共產黨變咗負資產咁樣，係啊，即係共產黨就全面開始失敗，跟住最後即係所謂白區。即係話國民黨嘅區100%全部損失，跟住咧就係佢有組織嘅活動全部損失。咁啊紅區咧即係毛澤東嗰啲咩井岡山嗰啲咧90%幾損失，即係全部失敗。咁長征咧就走咗去嘅。咁啊嗰個時間之後，共產黨去到延安之後就有一個佢哋自己有一個策略，係有個策略，就以後唔做呢樣嘢。所以喺延安之後，共產黨係唔做暗殺嘅。國民黨係做嘅。國民黨話呢個共產黨嘅乜乜人可以即係打死佢啊！因為國民黨靠呢個發起，你知道以前嘅共產黨係延安之後就唔做呢樣嘢。包括我哋知道共產黨一啲好有名嘅人喺香港嘅以前好似公楚啦。張國燾啦，呢啲係共產黨以前好高嘅官員嚟嘅。司馬陸啊，呢啲喺香港寫文章揭露中共有人威脅佢哋，但係佢哋都冇派人去殺佢哋。即係所以佢哋唔做呢啲暗殺。但係呢一啲嘢咧，我認為喺最近呢幾年可能有一啲變化。譬如話以前中共都唔會派人嚟香港綁架人。嗱，銅鑼灣書店嗰個事係咪？蕭建華嗰啲事件都係完全突破咗中共以前嘅做法，傳統嘅做法。嗱，呢啲完全唔係即係以前嘅做法，所以你知道佢嘅做法其實係突破咗以前嘅方法嘅。咁啊，當然啦，就係。另外一個消息就係我哋知道呢個國安委唔係國安部，唔係國安部，國安委下邊就成立咗一個執行局，即係專門係做行動嘅，佢就唔單止係做決策，而且即係可能佢嘅嗰個位安排喺解放軍裏邊，或者安排喺呢個公安部裏邊，或者安排喺國安部裏邊，但係直接指揮執行係由國安委嚟直接指揮。所以呢個係之前係李克強嗰個事件之前，其實就有朋友同我哋已經講咗，而家整咗一個咁樣嘅即係執行局，即係有啲似咩咧？我唔知我哋聽眾知唔知以前咧
香港嘅黑社會山客會啊，山客會啊，黑社會黑社會啊，山客會啊，紅門啊，裏邊有一個位叫做花棍。我知道。花棍就係專門打人嘅，你知道係傳統嚟講啊，花棍如果勒弓咧，上面綁一朵花係咪？你知道就呢個紅花棍啊。咁啊，孫中山咧，因為當時起義啊嘛，所以人哋即係俾咗佢兩個紅花，所以佢係雙花紅棍啊嘛。竟然係啊，佢係好犀利㗎佢啊。呢個日式嚟喎。嗰個咧就係其實係傳統上面嗰個人就係其實係執法嘅。指線咧就係當然大家知啊，係師爺啦，即係大哥啊咁啊。另外嗰啲有另外嗰啲名啊，所以佢呢個執法嘅呢個咧，其實有啲似花棍。即係唔係合法嘅嘢嚟嘅。係啦，即係唔一定係合法嘅，佢可以通過好多方法嚟做呢樣嘢啊！呢個我哋知嘅，所以問題喺邊度咧？問題唔單止係李克強出咗呢一件事嘅，前幾日又出咗另外一件事，就係中央軍委一個副主席死，突然間嗰個名係叫咩？張友軍委副主席唔係，我知道。知冇啦，佢係出去跑步，都係心臟病發，你知啦，都係心臟病發，即係你要知都係70歲多少少，李克強68歲，呢啲個正國級、副國級嘅許其亮許其亮冇錯，中央軍委嘅之前嘅呢個副主席。呢啲人啊，全部都有專門嘅醫療班子，每一日都要幫你監測你嘅健康嘅問題。你如果你心臟有問題，會唔會俾你游水？會唔會俾你去跑步咧？呢個你知道，有跑步你身邊係咩人跟住咧？即係呢啲所有呢啲啊，其實呢個問題咧，其實喺北京啊係引起好大嘅震動。原因就係咩咧？原因就係所有人都懷疑，喂大佬啊，好多人退休嘅係咪？中共嗰啲退休落咗嚟嘅，哇！你啊，除咗李克強之外，呢汪洋咧，我諗汪洋而家驚啊，唔敢去游水啦。其他人咧，包括以前嗰啲政治局常委啦，好多呢啲一個好多呢啲人嘅喎，包括而家喺台上邊呢一班人，你係咪覺得你啊？佢哋比我哋更加了解中共內部嘅呢個醫療啊乜嘢呢啲運作，你一睇就知呢個可能性有幾大嘅，咁樣死法嘅可能性有幾大，咁啊佢哋會點諗咧？所以有啲朋友就同我講，李克強嘅死同三中全會大家做一個決定，要限制習近平嘅權力係直接相關，呢一件事係直接相關。咁啊，而家同而家呢個許其亮係有咩關係？我哋唔知啊嚇。咁啊之後，你知道三中全會之後就開始啦。習近平喺軍隊裏邊嘅將軍一個一個就俾捉咗啦，苗華捉咗啦，何衛東捉咗啦，成班人捉咗呢啲軍委委員嚟嘅，成班人。所以到而家我哋知道。喺北京發生嘅好多嘢，其實就係同李克強呢一件事有關。所以而家其實呢個風暴咧，當然你唔係單單一件事，唔係查完呢一單嘢就算數嘅。你一旦你權力俾人哋攞咗去，你係攞唔翻嘅。尤其係呢個生死交關嘅權力，大佬啊，係咪？你啊而家有個傳說就係三中全會習近平咧突然間有病。咁啊送咗去醫院，但係呢個會要開噶嘛，就成立一個臨時嘅小組嚟繼續開呢個會。咁啊開呢個會，呢個臨時小組咧，當然就變成一個永久性嘅。就你好咗之後，你攞唔翻個權力。當時啊，因為我哋同大家講，中共裏邊、共產黨裏邊最高嘅有權換總書記，有權換中央軍委主席，換呢啲人嘅。唯一一個機構就係中共中央委員會，呢個係以前咧100幾人，而家係200幾人。三中全會係咩？就係呢個喺度開會，
所以如果有一個臨時嘅小組，大家一傾埋，我哋係咪成立一個過渡小組或者係一個臨時嘅權力中心？當時一決定，呢個就變成共產黨嘅一個最合規合法嘅一個機構，就變咗咯。所以我哋睇而家點解四中全會始終開唔到咧？我而家就北京嗰啲消息傳過嚟，因為呢個臨時嘅機構想變成一個永久嘅機構，咁啊呢一邊咧就攞翻趁呢個四中全會要攞翻呢個機構嘅權力翻嚟，所以大家可以有咩活動咧？一定要喺四中全會上邊咧，要爭取嗰啲中央委員。如果你爭取唔到，你就冇開會啦嘛，大佬唔使開會。咁就而家拖到而家都冇喐動。所以而家北京嘅呢個權力嘅風暴係咩咧？就係呢個啦。咁啊呢個風暴而家波及到香港啦。其實我哋講就係咁樣嘅。哇，好精彩啊！阿 Sir， 我諗我哋後邊仲有一堆，我覺得對香港實際嘅影響啊，或者係將來我哋可能要探討一下嘅，即係可能各方面啊、經濟啊或者各方面嘅影響。我哋留到下一次再講啦。咁今次嘅時間就到呢度啦，真係我都成個鐘頭噶啦，差唔多成個鐘頭啦。咁今次嘅節目咧，我哋就到呢度啦。咁我提一提大家咧，都係記住要訂閱咗我哋。哇！一定要啊！Ingrid 都拍成咁都走過嚟做節目啊！大家俾啲誠意。同埋而家係我哋美國時間嘅都幾夜㗎啦。阿 Sir 其實都本身好攰嘅，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因為我哋而家係獨立經營嘅一個製作團隊啦，咁啊，所以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嘅，係啦。記得嚇會員啊！我哋上次打高。真係打咗啦，你又唔記得 members only， 唔多人知㗎。下次再下次再去。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OK，拜拜。俾先人睇。完咗未啊？完咗。